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无相之境，为你搜罗各种宇宙小道消息，别人看不到的，我们偷偷告诉你。世有无相，万象藏形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那些古籍里藏着的上古宇宙地图。你以为这世界只有天和地两层？错啦！山海经背后的古文明世界观认为天地是由多重空间维度叠加而成的，就像一层一层隐形的能量薄膜，每个空间维度都有自己的独立运转规则，但在某些特殊节点，它们会彼此打通，形成天梯、灵山、裂隙或者界门。今天我要带你们去看看山海经体系里最重要的4个世界：人间界、昆仑界、太微天和紫微垣。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场冒险游戏，可以想象这是从新手村、主城、王城到神殿的概念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 NPC， 有自己的守关 BOSS， 也有各自的隐藏剧情。第一层人间界，这里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维度，五行相生相克，四季轮转，万物生灭，灵魂在这里出生、生长、体验轮回。我们每天吃饭、睡觉、工作、失恋、暴富、抑郁、顿悟，全发生在人间界。这里是所有灵魂修行剧本的起点，但人间界也是最容易迷失的维度，因为被物质和情感缠绕，很多灵魂在这里卡壳，一轮又一轮，重复过着差不多的人生。所以有一些特别的灵脉、古籍、圣山就被视为能量节点，可以短暂打通上下维度的通道，比如说像什么峨眉呀、武当啊、昆仑，这些就是传说中的灵山坐标。第二层昆仑界，这个名字很耳熟吧？上一期我们有聊过。山海经里说，昆仑山者，天地之中也，意思就是这是整个天地体系的核心枢纽，灵气在这儿聚集，灵魂也在这里升降。通俗点讲，昆仑界是介于人间和天界之间的能量中转站。想象一下，就像你要去外太空，得先到国际空间站候一会儿，灵魂死后会上昆仑界分流判定，要么返回人间重来，要么上调太微天，或者干脆去其他的星系投胎。同时呢，很多神仙、护法、山灵、兽灵的驻扎点也在昆仑界，这里也是灵气的聚集点。传说中的瑶池、王母娘娘、八仙全都是这里的常客。第三层太微天，太微天就是古人眼中的星辰神权的所在地，它掌管的是人生的生死簿、灵魂轨迹、星座、命盘、星际种子派遣、地脉运转、天象变动、自然法则走向，你什么时候发财，什么时候郁结，什么时候心碎，什么时候灵魂觉醒，都会在太微天的星图上有记录。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宇宙数据库，所有灵魂的档案、剧本排期、命运调整都由这层维度的星官命使来管理。我们常听说的太微星君、紫微斗数，说的就是跟这片空间的星辰主宰系统有关系。而灵魂如果晋升修成，可以有资格驻守太微天，掌管部分星辰和命运线。比如说你现在为什么突然事业卡壳、桃花全无，有时候就是太微天那边给你的档案加了备注，调了剧本。第四层紫微垣，好了，到最高层了。紫微垣就是古代宇宙观里的天地之庭，天界中枢，所有维度的法则制定都是在这里，所有的天庭会议、宇宙议政、灵魂议审都在这儿开。这儿管的是维度间的法则、能量平衡、星际秩序调整。紫微垣之上没有别的维度了，这里类似一款大型游戏的服务器管理总控室，这里掌管法则、天规、宇宙秩序、维度设定、剧本总库，所有天地级别的存在或者高维意识体，天界最高理事会都在这里开会，议政、签署、权限令、调整剧本、开通信标、下达因果指令。如果用游戏打比方，人间是新手村，昆仑界是副本集结地，太微天是命运调整中心，紫微垣呢就是游戏的管理室。很多人可能会搞不清楚紫微垣和太微天之间的区别在哪里。简单来说，紫微垣呢是定法则的地方，太微天是执行命格流转、排事务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紫微垣如果决定什么时候开启人类的全球意识觉醒，
那么太微天就会负责这件事情发生前哪些人必须提前觉醒，谁会在哪一天梦到什么，具体怎么排布到人间剧本和星象。所以说呢，紫微垣是宇宙法则起草组和最高理事会，太微天呢是命运调度总台加星辰编排部。这些维度之间有哪些地方可以互通呢？古时候称这些通道叫灵山、仙岛、天梯、裂隙。很多古籍和《山海经》里记载的通天之山，比如说不周山、蓬莱，其实都是这些空间交界口，有的开在地表，有的藏在山脉腹地，有的藏在湖底，有的藏在夜空的裂隙中。灵魂可以通过这些通道短暂的往返或晋升。而我们现在做冥想、能量作业，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些旧有的节点上重新点亮信标，让能量和灵魂通道恢复通畅。最后总结一下，这4个维度它不是虚幻的传说，而是古人呢用隐喻的方式记录下了多维宇宙的能量秩序。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也依然活在这些维度叠加的体系中，只是现代人遗忘了这些通关密码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我们后面还可以跟大家慢慢细说。好了，今天的无相传讯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种轻松接地气、能量满满的宇宙秘闻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事有无相，万象藏形。咱们下回再聊。